这段时间，我们这里出了一个恶性案件，一个老男人玷污了一个小女孩，致使小女孩神志失常，终生需要依靠尿袋。事后，他笑嘻嘻地掏出精神病证明，准备逃脱法律的制裁。然后法院把他判给了我们院。他很聪明，找到了唯一一个法外之地。他自作聪明，找到了唯一一个法外之地。王霸，男，36岁，1周前将13岁女孩诱骗家中实施侵犯，期间被害人数次求饶，你置之不理，反倒对其进行殴打，致使受害人肋骨断裂，身上多出淤青，下体撕裂。行了行了，王霸用小拇指掏了掏耳朵，这段判词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他往后一靠，笑道：我是来养身体的，不是来陪你玩判案游戏的，院长。在他的身后站着一大一小2个警察，年轻的警官满脸憎恶，闻言重重地推了他一把。老实点，王霸知道法律现在对他无可奈何，摇头晃脑的，完全不把警察当回事。李院长，这是他的精神证明。年长的警官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文件，递过来，请你看看有没有问题。问题2个字，他咬得格外重，其中的暗示已经不言而喻。但是可惜，给王霸开具证明的人很专业，根本没有破绽。我摇了摇头，哈哈。王霸忽然癫狂的大笑，指着脑子对那个年轻的警官大叫：郑警官，我早告诉你了，我是精神病，你奈何不了我的。他上前一步，几乎和郑警官脸贴着脸。我再告诉你，疗养院是法外之地，等我待几年就出去了，比坐牢舒服100倍。而且他舔了舔嘴唇，露出了一个下流的笑容，用我几年换他的13岁，怎么都不亏。畜生！小郑警官额头青筋暴起，挥拳便打，但被旁边的警察拦了下来。王霸张开双手，来啊，打我呀，用你的前途惩罚我这个人渣呀。小郑警官双目喷火，但却无可奈何。王霸继而转向我，伸出手，院长，以后请多多关照啊。我并未理会。第一，恭喜你找到了唯一的法外之地。我抽出电棒，一棒杵在他腰眼，巨大的电流顷刻间灌满了4肢百骸，他大叫一声，轰然倒地。我蹲下来审视他这张让人作呕的嘴脸。第二，在我的地盘就要守我的规矩，我这可不是疗养院，而是疯人院。你找我干嘛？小郑警官在我面前坐下，面色疲惫，声音嘶哑。仅半天不见，他就好像老了几岁。这件事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，小女孩躺在医院生死未卜，家属一夜白头，恶霸却因一纸证明逍遥法外。大家朴素的是非观受到了空前的挑战，群情激愤，号称要杀进我们院的也大有人在。我给小郑警官倒了一杯咖啡，他没接，怔怔地望着桌子出神。半晌，嘶声道：我把他放跑了，可是我答应了孩子，一定会抓到坏蛋。警察哥哥说到做到，我们拉过钩的。说着说着，他的肩膀渐渐颤抖起来。这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眼底涌动着数不尽的痛苦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你没有放跑他，你们把他送到了他该来的地方，很快他就会明白，法治是人类文明最大的保护伞。他豁然抬头，什么意思？我指着监控，有好戏看。王霸悠悠转醒，捂着头，半晌才生出力气下床。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，仅放下一张床和一个马桶，墙壁由于常年潮湿，遍布青苔，想必气味并不好闻。老王八捂着鼻子来到走廊，走廊很长，灯管又年久失修，忽明忽暗的灯光更照得长廊黝黑恐怖。这栋楼有点特殊，本来就关着很多精神病人，但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，仅剩3个人能留在这里，就好比养蛊，还剩3个蛊王。老王八不知道这段历史，反而饶有兴趣的闲逛。很快他就看到了一个亮着粉色灯光的房间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像狗看到了屎那样扑上去。也难怪他如此激动。这个房间整体都是粉色调的，粉色的门框，粉色的地毯，粉色的大床，大床围着一个洁白的纱帐，床上有几个巨大的毛绒玩具，玩具的中间躺着一个曲线凹凸的人，长发覆盖了他的脸，看不清长相，但曼妙的身材线条随着他均匀的呼吸上下起伏着。老王八嘿嘿一笑，目露荧光，左手迫不及待地解着裤腰带，右手已经伸向被子里。小郑警官蹭地站起来，这个老混蛋！我忙按下他，笑着让他再等等。还等什么？他急得面红耳赤，我绝不能让历史重演。我还没开口解释，老王八陡然巨变的脸色已经替我回答。他一声怪叫，迅速抽回了手，像摸到了蛇一样。床上的人醒了，翻身坐了起来，金属床板随着他的动作发出痛苦的呻吟。他伸了一个懒腰，顿时展出巨大的毛茸茸的手臂。原来曼妙的曲线并非少女的娇躯，而是她过分发达的肱二头肌。粉色的被子滑下，露出她毛茸茸且胸肌发达的壮硕胸膛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妙龄少女，而是一个身高2米、一拳能干死一头牛的络腮胡阔口壮汉。
刚才老王八应该被他45码的狱卒吓了一跳。你是谁啊？壮汉发现了不速之客，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声线稚嫩如小孩，极具反差。叔叔，你是来陪我玩的吗？这……小郑警官的动作慢了下来。她叫小美，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。我说，主人格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，副人格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悍匪。小郑警官眨巴眨巴眼睛，待在原地愣了半天，好像无法消化这巨大的信息量。小美巨大的影子笼罩着老王八，致使后者张大嘴巴，半天缓不过神来。叔叔，你怎么了？小美伸出蒲扇大的手去拉老王八的袖子，老王八吓得一个机灵，大叫：“滚，拉死变态！”小美受到了惊吓，果然缩水了手，像她本来就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，垂下脑袋，渲然欲泣。小美的抽泣助长了老王八的气焰，让他以为眼前的壮汉只是一个纸老虎，马上换了一副嘴脸，脱下鞋子就朝小美脸上招呼：“我让你吓唬老子！”就在这时，一直哭泣的小美忽然一把攥住了老王八的手腕，既急且准，攥得老王八龇牙咧嘴，动弹不得。再抬起头时，小美神情大变，脸还是那张脸，但森然的眼神和邪魅的冷笑已经和刚才判若两人。你敢动他？小美开口，声音也和刚才全然不同。老王八痛得大叫，连连恳求小美放手，但小美并不理会，冷笑一声，一只手掐着老王八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抓着老王八的手腕，用力一扯，咔嚓，他生生掰断了老王一条胳膊。小郑警官几乎感同身受，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自己的手臂。我请你来，就是想请你做个目击证人。我笑着指着屏幕，这个人闯进病人房间，打扰病人休息，致使病人发病，然后被正当防卫了，这很合理吧？小郑警官了然，露出一个坏笑，在工作笔记中写下：王八在加害少女期间被反击，导致右手骨折。顿了顿，他又加上：该少女身高2米，体重目测300斤。严谨。王八额头上布满豆大的汗珠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哆嗦。小美抓着他的指头，慢条斯理的一个个掰过去。我妹妹生活太无聊了，难得有人来陪她。她说：“好好陪她玩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，知道了吗？”王八眼睛暴突，痛得打滚。他忙不迭的点头答应。然后小美眼中的戾气迅速消散，恢复清明。那个人畜无害的小女孩又回来了。叔叔，小美撇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吓叔叔的。”老王八一个机灵，爬起来跪在地上砰砰磕头：“我错了，别玩我了，大哥，不，大爹，你是我的活爹。”小美不解：“叔叔，你在和我玩游戏吗？”他转瞬间高兴起来：“那我们来玩打地鼠吧。”说着，他起身哼着歌爬回床上，撕开人偶的肚子，里面根本不是海绵，藏着各种各样的工具，锤子、锯子、匕首，悍然一个武器库。他很快挑到了满意的武器，那是一个长达1米5、重达40公斤的巨型铁锤。按照大锤80、小锤40的市场行情，他这一锤下去起码800。打地鼠喽，打地鼠喽！小美笑着举起巨锤，对着老王八就是一锤。老王八吓尿了，一个翻滚躲了过去。砰！地板皲裂，天花板上的灰尘簌簌而下，连带着监控画面也摇晃了几下。杀人啦！老王八爆发了巨大的求生本能，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门。小美并不阻拦，反而捂住眼睛默数30个数。时间一到，他拖着巨锤走出了房门。小老鼠藏好了，我来找你喽。漆黑的走廊里只剩下小美沉重的脚步声，咣当咣当，长廊幽暗。小美拖着锤子在其间闲庭散步，慢悠悠地打开一扇扇房门。由于之前都是病房，陈设简单，不过一张床一个柜子而已。老王八除了柜子别无去处，找到他是迟早的事情。可问题是房间太多，开一个没有，2个没有。不到10分钟，小孩子的耐心很快被耗尽。他双手环在嘴边，用夸张的语气说：“我已经看到你了。”可老王八这个老江湖哪里会被他炸出来？半分钟过去，走廊还是一片死寂。小美连叫了几声都没有回应，她无助地站在原地，眼眶渐渐蓄满热泪，然后仰头痛哭，跺脚叫道：“哥哥，我的小老鼠不见了！哥哥！”凄厉的童声在走廊中回荡，说不出来的诡异。很快，哭声止住。小美柔声说道：“乖了，别哭，哥哥这就给你找出来。”她冷冷一笑，随即扛起锤子走到下一个房间，不开柜门，直接一锤砸了过去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木屑飞溅，柜子七零八落。哥哥根本不在乎老王八的死活，只要找到就行，就是一滩肉泥，他也可以和妹妹交差。这一件没有，哥哥没有犹豫，立刻走进下一间。砰砰砰，他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，连砸几个脸不红气不喘。终于，
老王八扛不住这渐渐迫近的巨大压力，大叫一声，从某个房间里窜出来往外跑。哥哥早有准备，他顺手抓起一块尖利的木头掷了过去，扑哧，木头钉进老王八的小腿，他膝盖一弯，立刻跪倒在地，巨大的惯性带着他滚了好几圈。啊啊啊！老王八捂着腿嚎叫。其实他已经来到了走廊的最右侧，距离楼梯只有不到3米的距离。泛着绿光的楼梯口像天堂的入口，充满了诱惑。老王八咬了咬牙，手脚并用地爬过去。哥哥并不着急，他有的是耐心，慢慢和他玩。当下抓起一根木棍，单手一搓，巨大的握力下，木棍立刻分崩离析。他就用这些锋利的木条掷飞镖一样，全部射出去。嗖嗖嗖，木条带着尖啸的风声，精准无比地戳进老王八的裤裆。啊！老王八疼得满头大汗，眼睛瞪得像是要蹦出来一样。他满地打滚，但那些木条就和长了眼睛一样，争前恐后地刺进他的裆部。同为男人，我和小郑警官都情不自禁地夹紧了裤裆。你说他尿尿的时候会不会像花洒？小郑警官的想象力十分发散，我一下子就脑补出画面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跑呀！哥哥踱不过来，在老王八跟前站定，杵着锤子，饶有兴致地打量。你再给我跑一个！老王八瘫在地上，仿佛一滩烂肉，黄红的液体浸透了他的裤裆。他翻着白眼，气若游丝。哥哥用棍子拨弄他，发现他几乎宛若一条死虫子，便笑着说：“妹妹，老鼠给你抓到了，你来玩吧。”然后眼睛里戾气褪去。哇，哥哥好厉害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小梅府一出现，便满脸惊喜。他高高举起40公斤的大锤：“叔叔，游戏要开始了，你躲不开的话是会死掉的哦。”死亡激发了老王八的潜力，他激动地指着小美的后面，支支吾吾。什么？小美疑惑。有人！小美果然上当，回头望去，趁着这个空档，老王八用尽最后的力气翻下楼梯，吧嗒一声，从3楼摔到了2楼一个房间的阳台上。哥哥小美气得跺脚，他骗我！哥哥一出现，便举起锤子追下了楼。这时，楼道里响起了一道苍老的声音：“小伙子，你可不要坏了规矩。”闻言，哥哥果然停止了动作，他耸了耸肩，语气无奈：“真没想到，把你这个老东西吵醒了。”一张老脸从房间里探了出来，眼睛第一时间望向哥哥的脚下，发现他并没有越过楼道的那条红色油漆线后，脸色也缓和了很多。你骨骼惊奇，是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，何不早日拜入我的门下，一同成就长生大业？哥哥撂下一句神经，转身离去。神经病说神经病是神经病，言之有理，又总感觉哪里不对。这是谁？小郑警官打量着这个穿着破烂八卦袍的老头，道士，我们都叫他开心道长。这个道号倒是有意思。他是个老赌棍，迷信玄学，后来输得倾家荡产，精神就不正常了，一刀捅死了赢家，当街解剖，非说赢家在身体里养小鬼，吸了他的运气。原来这个开心是物理意义上的。小郑警官嘴角抽搐，开心老神棍围着老王八打量，看着看着，神情愈发惊喜。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练武的奇才，不如拜入我的门下。老王八现在右臂倒翻，手指断裂，裤裆流粪，可不是骨骼惊奇吗？果不其然，老王八听闻此言，也是翻了个白眼。神棍从兜里摸出一个莹莹发亮的黑色药丸，吃下这颗神丹，可让你延年益寿。说着，一手捏开老王八的嘴巴，塞了进去。老王八哪里肯吃，但实在没有力气反抗。1刻钟后，趴在地上的老王八陡然抬头，喜出望外，真不疼了？这怎么可能？真是神丹！眼前的这一幕已然极大地冲击了小郑警官朴素的科学观。我指着屏幕角落的桌子，看到那个没有一大瓶布洛芬呢。可是他的药是圆圆的黑色丸子呀，还发光，原是因为他把药都搓到一起了。黑色的是他的脚皮，发光则得益于他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地盘。小郑警官，老王八被蒙在鼓里，真觉得神棍是天神下凡，当即爬起来，抱着神棍的大腿，哭嚎道：“天师救我！”神棍昂着脑袋，眯眯眼，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罢了，今日你我相遇，也是命中注定，我就顺遂天意，收你为我的关门弟子吧。老王八喜出望外，二话不说，砰砰砰就是3个响头，真是个天赋异禀的狗腿。神棍看老王八这么上道，也是乐了，马上举行了拜师仪式。什么封建残留？看着老王八跪着给神棍奉茶，小郑警官撇了撇嘴，要不他们怎么能玩到一块去呢？我笑着说。神棍摸了摸老王八的头，神色一凛。老王八跟着一惊，师傅，怎么了？神棍瞪着他良久，才郑重地说道：“我刚才神游天安门，找太白金星问了问你的运势，结果他告诉我，你这2年命有大劫，
怕是有血光之灾啊！我心说废话，你看他浑身还有一处好地方吗？结果老王八的智商好像和裤裆一样，被扎了个稀巴烂，当即就垮着一张丑脸，嚎叫道：“师傅，你一定要救我啊！你我师徒一场，何必如此客气？”神棍大包大揽：“你先起来，为师教你一套神功，保管练成之后，刀枪不入。”老王八激动得满脸潮红，抱拳叫道：“请师傅赐教。”神棍深呼一口气，看到了，这是神功第一式。只见他双手高举过头，掌心朝内，然后下半身固定不动，腰往左右各扭一下。这是神功第二式，他双手握拳，曲肘，手臂和胸口平行，然后伸直手臂4次。看着看着，小郑警官疑惑道：“怎么有点眼熟？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呗。”我无限感怀，我小时候也做过。小郑警官同样露出怀念的神情：“啊，我那是去的青春啊！”虽为9年义务教育破网之余，这套广播体操可能也勾起了老王八为数不多的校园回忆。他犹犹豫豫地道：“师傅，你这招式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”神棍吹胡子瞪眼，油嘴滑舌：“你还想不想练成神功了？”老王八不敢多嘴，老老实实的跟着做了起来。再不见天日，阴森森的大楼里，一个穿着破烂道袍的老头带着一个浑身是血的老混蛋，有板有眼的跳起了广播体操，有种说不清楚的缺心眼的诡异感。3楼，小美站在阳台好奇的观望：“哥哥，他们在干嘛？”哥哥闭上眼睛：“是脏东西，咱们不看。”小美固执的睁眼：“不，我就要看。”一场酣畅淋漓的体操跳完，2个虚的不行的人已经满头是汗。“师傅，成了吗？”老王八气喘吁吁：“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微微发热？”神棍同样上气不接下气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老王八连连点头：“我现在热得不得了，师傅。”那就成了神棍拉着他的手：“这是真气，你练出了真气，你出师了，这么简单。我果然没有看走眼，你就是100年难得一遇的练武奇才。”老王八满脸红光：“难道我真是天才？师傅，是真是假？咱们试试便知。”说着，神棍从袖子里摸出一根20厘米长的铁钉，把手放桌上。“啊！”老王八看着铁钉，一下子泄气：“你不想相信为师吗？”“相信，那就把手放上去。”“好吧。”跟着我念法诀，神功护体啊！老王八跟着大叫：“神功护体啊！”噗嗤，铁钉毫无悬念地穿透他的掌心。啊！神功没有护住，师傅！神棍反手给了他一巴掌：“念神功护体就好了，不要啊！”“好的，师傅。”神棍气急败坏：“你又啊什么？”老王八委屈：“疼啊！师傅，我忍不住，没用的东西。”老王八的血顺着铁钉滴滴答答地流出，地上很快有了一汪血泊。他嘴唇发白：“师傅，还有没有神丹？我好像要死了。”神棍脱下鞋子，看了看脚底板，叹气：“神丹原料还要些时日才能长成。”老王八明白了什么，哇的一下吐了出来：“不对啊，怎么会失败？你应该刀枪不入的，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”神棍自言自语。老王八上吐下泻：“师傅，帮我止下血。”神棍厉喝：“别说话，我在思考。”哦。半分钟后，老王八又道：“师傅，我真的疼。”神棍跳起来给了他一巴掌：“还吵！”老王八泪流成河，哭也不敢哭出声。很快，神棍灵机一动，一拍大腿：“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”“哪里？”“你静脉阻塞，真气不通，所以神功无法护体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趴到桌子上面去。”老王八一言照做。只见神棍撸起袖子，活动了一下手腕，然后大喝一声，一只手扶着王八的屁股，另一只手快如闪电地塞了进去，左左右右，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，猛掏了整整3分钟，血流成河，粪水横飞。老王八不敢质疑，不可置信，不省人事。神棍不拘小节，不顾一切，不依不饶。终于，他扣出了那颗血淋淋的内痔。出来了，灵丹！神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灵丹既得，大道必成。我要飞升了。老王八失去了痔疮，找回了智商。他满脸是泪，哆哆嗦嗦地指着神棍，大骂：“我操你妈！”然后转身就朝1楼走去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我心想，得亏老王八没有结识，不然岂不是要被当成舍利子？等老王八下楼后，神棍才反应过来，他站在2楼激动地喊：“喂，你干嘛去呀？”老王八不理不睬。神棍恋恋不舍：“不走行不行啊？”老王八的 DNA 动了，条件反射般的脱口而出：“我不走，你养我呀！”神棍不假思索：“我炼仙丹养你啊！”老王八悲伤逆流成河：“神经！1楼是另一个人的地盘。”神棍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还想开口叫住他的乖徒，可是为时已晚，那个人已经从阴影中慢慢踱出，阴冷的目光射出。饶是自诩仙人的神棍也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，只是实在舍不得近在眼前的仙丹炉鼎，硬着头皮开口道：“火腿肠姐姐，
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不可多得的，滚！好嘞。神棍溜得飞快，留下身残志坚的老王八在地上阴暗爬行。他显然没想到这一位能让神棍如此忌惮，那又会是怎样的怪物？战战兢兢地抬头看清面目后，瞳孔一缩，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，一个40多岁、衣着得体的女人，既没有小美魁梧，也不像神棍癫狂，单薄的身影看上去甚至弱不禁风。怎么会？火腿肠姐姐？小郑警官注意到这个特殊的称呼。我们叫她火腿肠。我答疑，因为她是疯子王中王嘛。他愣了2秒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有些无语。你们真是启明天才，她怎么进来的？她本来就有遗传性精神病，老公出轨后，她带着儿子单过。因为她控制欲实在太强，儿子一直活得很压抑。后来，儿子和一个女孩恋爱私奔，她知道后，带着刀找到了女孩。那时候，女孩已经怀孕几个月，她就剖开女孩的肚子，把胎儿搅碎，说儿子和儿子的东西都是她的，谁都带不走。等警察找到她的时候，发现儿子已经被分尸，锅里就煮着他儿子的头。她一脸平静地告诉警察，这碗吃完就走。她说，儿子是从她肚子里出去的，只要把儿子放回肚子里，儿子就只能是她一个人的。后来，警察还在她家的卧室发现了她老公的尸体，原来被她砌进了墙里。20多年来，她就这样和她老公相对睡，就好像她老公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。据我所知，经手这个案子的警察都是干了半辈子的老刑侦了，没过多久，纷纷退下一线，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心理辅导，才勉强走出阴影。小郑警官人都傻了，半晌才说出经典国粹：卧槽！火姐看着趴在地上的老王八，坚冰似的脸色渐渐融化，流溢出水一样温情的目光。她柔声呼唤道：儿子，是你吗？老王八不敢答应。火姐快步走近，一把抱住了他：儿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妈妈差点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。眼泪一颗颗落下，单薄的身影在风中如残烛颤抖。许是出于找一个靠山，一个女人威胁不到自己的想法，又或是火姐的真情流露，让她觉得有可乘之机。老王八悍然冒领了这个身份，当即抱住火姐，认母归宗。还没断的那只手竟又游走起来。看到这一幕，我都被气笑了。这狗东西，这辈子只有挂在墙上才会老实。火姐开掉眼泪，爱怜地摸了摸老王八的头，来让妈妈好好看看，变胖了，也变矮了，更丑了，手还断了。火姐爱子心切，又把老王八搂进怀里，失声痛哭：我的儿子，你在外面受苦了呀！老王八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，他们都欺负我。两人哭了好久，我觉得干哭没劲，就打开音响，播放了火姐最爱的歌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少不了。清灵的旋律流淌出来，倒是衬得这对假冒母子情真意切。儿子，来！火姐拉着老王八走向厨房，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。餐桌上摆着几道菜，都盖着盖子。虽然看不见菜式，但光从考究的餐具就能猜到，菜品必定不同凡响。老王八被折腾了一天，早饿坏了，立刻就要伸手去接。打手，火姐拦住了他，吃饭不洗手。他拉着老王八来到水槽前，妈妈怎么教你的？病从口入，洗手一定要仔细。说着，他一手抓着老王八的肥手，一手拿了一把爆皮刀。老王惊觉事情不对，但以他目前的状态，哪里还能挣脱得了？嘴里哇哇大叫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寒森森的刀刃缓慢逼近。先洗手背，这个关节最容易藏污纳垢了。火姐温柔地道，爆皮刀随着她的动作，很快推开了老王八手背的皮。哎呀，你的关节怎么这么脏？于是关节处受到了额外的照顾，手筋被刮得碎烂，鲜血染红了水槽。啊！老王八的惨叫震天彻地，以至于我不得不调小音量，保护听力。3楼的小美也受到波及，她翻了个身子，用枕头捂住耳朵，继续呼呼大睡。2只手洗完，老王失去了手皮，但得到了与众不同的红白相间的手掌，红的是肉，白的是骨头，全都清晰可见。我暗道可惜，火姐应该给他洗脸的，反正这个家伙不要脸。这时，火姐终于注意到老王的异样，颇有些心疼地问道：怎么了？妈妈弄疼你了吗？老王八被折磨的仅剩一具行尸走肉，哪里还有思想？直愣愣地看着火姐，动也不动。呀，都出血了。火姐拿起老王的手，放进嘴里吮吸，都是妈妈不好。接着，嘎嘣一声脆响，她咬下了老王八一截小指头，然后当着老王八的面嚼烂吞下。老王八吓傻了，他低头看看自己的手，又看看满嘴鲜血的火姐，看看手，看看火姐，反复几次，一会笑一会哭，好像已然不知今夕是何年。不要再跑了哦！火姐抚摸老王八的脸颊，笑出一个血盆大口，不然妈妈会把你吃掉的。
这次歌词正好循环到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极具黑色幽默。然后火姐牵着木偶般的老王八来到餐桌前，谜底终于揭晓，原来那些菜是大便和活老鼠。吃吧，都是你爱吃的。火姐抓起一只滋滋乱叫的肥硕老鼠，用力一扯，头身分家。她把老鼠头放在老王八的餐盘上，快尝尝。老鼠还未死绝，猩红的眼睛瞪着老王八，嘴里悠然滋滋叫个不停。哦，老王八没忍住，直接把胃吐空了。吃呀，你怎么不吃呀？火姐好奇，是不是不合胃口？火姐着急，你不爱吃我做的饭了，是不是？火姐愠怒，是那个贱女人拴住了你的胃，你和你爸一样，都不是好东西。火姐盛怒，快吃，不吃我就杀了你！火姐拿起菜刀，一刀剁在餐桌上。吃！老王八哪里还敢忤逆，一咬牙一横心，抓着老鼠头就啃，边啃边呕，胃液从指缝里往外推。好儿子，妈妈的好儿子！火姐喜极而泣，抱着老王八的脖子，柔声说道：“你真是妈妈的乖宝宝。”我也被眼前这温情的一幕感动，给他们换了一首歌，听妈妈的话，别让他受伤。忽然，老王八一头栽倒在桌上，浑身僵硬，只有眼睛能动。原来菜里有迷药，妈妈实在太爱你了，没有办法再失去你。火姐翻出了一个针管，推出空气，这里面是胶水，妈妈把你做成标本，永远陪着妈妈好不好？我的乖宝宝。不好，要出事！我一惊，赶紧跑出去。临走之前，我又想起了一项重要任务没有完成。小郑警官，你有没有觉得我这里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，超级喜欢这里的？小郑警官嘴角抽搐，这个时候你还要玩梗？我说不是，前段时间我这里刚放出了一个病人，把外面搅的奶叫一个天翻地覆。有关他的故事，在知乎作者李云洲个人专栏的第4节，点进他主页置顶文章就能看见。这个对白生硬的好像一个广告啊，院长，谁说不是呢？结局，我赶在注射之前救下了老王八，后者跪在我面前，高举起仅能行动的那只手，求求你，把我送去坐牢吧，让我牢底坐穿，让我无期徒刑。我笑，我来这里是要好好治疗你的精神病的，不是来陪你玩过家家的。老王八哭着道：“我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不是神经病，是我自作聪明。你放我出去坐牢行吗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”我一脚踢开了他，学着他之前掏了掏耳朵，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不是神经病，我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不会死，我一定会保证你活着。之后几十年，你今天经历的一切都会变本加厉的不断上演。欢迎来到疯人院。老王八终于明白出院无望，绝望的瘫软在地上。我宣布一件事，从今天起，这一，我看了看老王八的形态，换了个恰当的量词，这一坨东西就是你们的新玩具，每日供应，不限次数，留口气就行。话音刚落，3个人都热烈鼓掌。我也被气氛感染，摸出手机换了一首歌。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福就该同享。赵莹近些日子总是感觉心烦气闷，自从他得知王爸被送进那家医院之后，连睡觉都不踏实。业内人士都对那家特殊疗养院讳莫如深。有人说那是一家特别监狱，专门关押法律无法顾及的犯人；也有人说那是地狱的入口，有进无出，有死无生。无数人查过那家医院的资料，可是再高明的黑客也都铩羽而归。尤其那个院长的背景更是神秘，除了名字，没有人知道他从哪来，为什么要开这家医院，又是怎么降服那些疯子。2月倒春寒，冰霜不化，赵莹却一阵燥热，早早脱了外套。一进公司，几十双目光齐刷刷地射过来，或同情，或不屑，或幸灾乐祸。搞什么？赵莹表面不动声色，心里却在打鼓。答案很快揭晓，办公室里有一个男人在等他，看不出年纪，身姿挺拔，发型板正，正坐在他的位子上翻看资料。听到动静，转过来，目光相交的一刹那，赵莹浑身爆起一阵鸡皮疙瘩。由于职业的特殊性，赵莹接触过不少精神病人，凶狠的普通人一看就害怕的眼神也不知道见了多少，早就免疫了。但今天一个照面就差点把他吓得要夺门而出。赵莹觉得自己被毒蛇盯上了，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被那双淡然的眼睛看透了。他情不自禁地裹紧了衣服，妄想藏起自己那点小心思。李青山，男人自报家门，不说头衔和身份，这是一种绝对的自信，自信不会没有人不认识自己。李院长你好。赵莹伸出手，我是3院的赵莹，之前的交流会我们还……李青山没有理会赵莹的客套，抽出一张纸，轻轻放在他面前，王八的证明是你开的，果然是为了这件事。赵莹咽了口唾沫，只要程序合法，步骤正确，任何人都找不出我的错误。
就算是他李青山又如何？想到这一节，赵莹的心定了定。吴攀、陈有直、楚雨、梁家豪，一张张纸飘到桌上，没有声音。赵莹听起来却震耳欲聋。这些年干的亏心事，被一桩桩连根拔起了。这些人的证明也是你开的吗？李青山语气平淡，听不出喜怒，用的是疑问句。赵莹却完全生不出反驳的心思，咬牙道：“这些人的手续合理合法，走的又是正规程序。我不知道李院长忽然问这些事情干嘛？合法正规几个字倒是说的字字铿锵，但颤抖的声线却早就出卖了他。”呵呵，李青山笑了笑，这些人有没有猫腻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就别绕弯子了。我来就是想让赵医生做好准备，一架去我们医院接受治疗。看在同行的份上，我保证给赵医生最周到的照顾。赵莹豁然起身，我又不是神经病，我为什么要去你们院？李青山往后一靠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这张怒气翻涌的嘴脸，轻声道：“对，你不是，但我可以让你是，就像你做的那样。”没有人会怀疑李青山的话。赵莹知道他完了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